结婚多年没有小孩，公公婆婆误会是我不孕不育，不等我解释，平日里老实巴交的公公婆婆瞬间变脸。我们老段家8代单传，不能绝种，你们俩必须离婚。不仅离婚，你这个丧门星耽误了我们雨辰7年时间，得赔钱。就连平日里对我百依百顺的老公也选择要跟我离婚，还要求我签下不孕不育补偿协议，不育的人需赔偿配偶700万青春损失费。我忍无可忍，选择签字离婚走人。他们不知道，其实不育不孕的人是我老公。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看着段雨辰检查单上不孕不育4个字，我心情复杂。我跟段雨辰结婚7年，一直没有小孩。前几天段雨辰陪我去医院体检的时候，我心血来潮叫段雨辰跟我一起做生育力检查。段雨辰百般不愿，虽然拗不过我把检查做了，但嘴上却不停地抱怨，干嘛要我做这个检查？浪费钱不说，做了有什么意义？我身体好得很，你非要让我做，看了结果你就死心吧。问题肯定不在我身上。段雨辰做完检查就把这件事忘了，连报告都没拿。是我下班去参加家庭聚会，路过医院，想着顺路看看结果，心烦意乱的把段雨辰的报告跟我的报告胡乱塞进包里，心事重重的回了家。我到家门口的时候，我爸妈正站在楼道聊天，屋子里热热闹闹的，却没人招呼我爸妈。直到听到我回来的动静，婆婆才匆匆跑出来瞟了一眼，看到我手里提着医院的袋子，婆婆眼神闪了闪，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上前2步来接我手里的袋子。如玉，怎么去医院了？身体不舒服吗？没等我回答，又补充了一句，没什么大问题，还是要少吃药。我听别人说有些药会留在身体里，影响生小孩。听到这个话，我爸妈脸色一下子就黑了。亲家母，你这是什么话？婆婆却像是没听到一样，笑着从我手里接过袋子，没等走进家里，把报告单拿了出来。我心头一紧，伸手去抢报告单，可婆婆动作太快，已经翻开了报告单。我赶忙夺回体检报告，但已经晚了。婆婆匆忙扫了一眼报告，没有注意到名字。如玉，你竟然不孕不育！她猛地跌坐在地上，哭嚎起来。看到了不孕不育4个字，她急忙得出结论，认定这是我的检查结果。段雨辰跟公公听到动静，匆忙地从家里赶出来，听清了婆婆的哭嚎，也愣在原地。我看着爸妈难看的脸色，不敢说出真相，不然我爸妈肯定会叫我离婚。他们本来就不太喜欢段雨辰一家。我急忙把体检报告塞进袋子里，转身去拉婆婆，一边回头劝爸妈，爸爸妈妈，你们先回家，我处理完这边的事情再跟你们细说。毕竟等他们走了，我才好跟公公婆婆解释清楚这个体检报告的真相。我爸妈不想走，在我坚持下，只能脸色难看地离开。却没想到，刚送走我爸妈，公公婆婆和段雨辰都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段雨辰费力地把婆婆拖进家里，关上门后，婆婆又坐在地上开始哭嚎。公公则拉着段雨辰直接走回主卧，脸色铁青，用力地摔上门。天杀的，我老段家造了什么孽哦！段雨辰的妈妈哭天抢地，一边拍着大腿，一边指着我，儿子非要娶个城里姑娘。我以为是什么金凤凰，没想到是个不下蛋的老母鸡哟，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穿金戴银，倒是会显摆，可有啥用啊？他骂得愈发难听，声音刺耳又尖锐，
7年啊，整整7年。说出去，我老段家的脸往哪儿搁？白占着我们家的好日子，还害得我们家绝了后，我真是瞎了眼啊！雨辰就算要娶个寡妇，也比娶你强。我的脸色涨得通红，感觉脸上都要烧起来了。从来没见过如此泼辣刁蛮的人。你讲话怎么这么难听？你知道你现在骂的是你儿子。正要开口说出真相，却被房间里出来的公公打断。他脸色铁青地拉着段雨辰的胳膊从房间出来，语气生硬地命令我们段家现在就雨辰一个男丁，绝不能在我们这一代断了根。你们明天就去给我离婚，别再拖。我如坠冰窟，没想到这个封建老古板这个时候竟然这么开放了，当机立断就要替儿子跟我离婚。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扭头去看段雨辰。这也是你的意思？段雨辰眼神闪烁，根本不敢直视我，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他的沉默几乎让我崩溃。我把医院的手提袋狠狠扔在地上，质问道：你们凭什么觉得不孕不育就不配结婚？公公被我的态度激怒，脸色涨得通红，胸膛剧烈的起伏，像是我说了多么大逆不道的话一样。婆婆马上从地上蹿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我：凭啥？就凭你是个不下蛋的母鸡，不光要离婚，你还得赔我们一笔钱。我们雨辰为了娶你花了这么多钱，耽误这么长时间，你得赔偿。你下不了崽，1分钱都不值，你得赔。其实我和段雨辰几乎是裸婚，房子也是我爸妈买的，段雨辰的工作还是我舅舅托关系找的，才有了今天的高薪体面。怎么就变成段雨辰给我花了那么多钱了？但我现在不想跟婆婆掰扯到底谁给谁花的钱多这件事。今晚发生的一切让我意识到，我的婚姻也许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美满。我握了握拳，指甲嵌进掌心，继续盯着段雨辰看。你也是这么认为的？你也觉得我应该跟你离婚，再倒贴你一笔钱？段雨辰听出我声音里的冷意，像是才回过神来，伸手来拉我：小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刚刚只是太惊讶了，没有缓过神。医院的报告也不一定对，咱们换家医院检查，说不定就是虚惊一场。再说了，现代医学这么发达，就算真的不孕不育，不也能治好吗？我把手从段雨辰的手里抽出来，语气更加冷静。如果治不好呢？你真的要离婚？段雨辰视线闪了闪，撇开了头，用沉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我突然开始庆幸，还好婆婆没有看清那张检查单是段雨辰的，不然今天我绝对看不到这一家3口的真面目。我深吸一口气，转身拿起衣帽架上的包。行，那就离婚。明天8点民政局见。正当我准备进房间收拾一些贴身物品去爸妈家住一晚，婆婆一把扯住我的头发：你这个死丫头，你还想去房间拿什么？这个家的东西都是我们段家的，你什么都不能带走。婆婆1.5米的身体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拽着我的头发，把我恶狠狠地摔在地上。我一时没有防备，重重跌倒，下巴磕在地板上，疼得我直冒泪花。婆婆粗暴地从我手里抢过包，翻找了几下，猛地把车钥匙和电脑从里面掏了出来。这些都是拿我们雨辰赚的钱买的，你这个死丫头1分钱也别想拿走。而段雨辰，那个平时连我不小心破个口子都会心疼的从公司跑回来的男人，此时就冷漠地站在一旁，看着我的婆婆欺辱我，没有任何反应。我撑起身子，咽下这口气。他们3个人多势众，如果刺激了婆婆，
我不知道他们3个会做出什么事情。婆婆的眼睛咕噜噜转了2圈，把电脑跟车钥匙一股脑塞进段雨辰的怀里，接着双手一把抓住我的手腕，用力的让我有些发疼。这镯子也是我们雨辰买的，你这个到家竟不佩戴。说着，他像抓着什么宝贝似的，用力把我手上的金镯子拽了下来，生怕不够力度，连他的指甲都深深地嵌进了我皮肤里。剧烈的疼痛让我的眼泪不受控制的就流了下来。这个镯子是我结婚那年段雨辰给我买的新婚礼物。7年过去，我体重增长了近10斤，早就已经摘不下来了。婆婆是用了10成的蛮力，硬生生把它拽下来的。等婆婆薅完我身上所有的首饰，她才心满意足地起身，把镯子戴上自己的手腕。我揉了揉发疼的手腕，忍着疼痛站起身。别说换洗衣物，我连包都不要了，只想马上远离这一家3口，却没想到他们还没打算放过我。平时买个菜都要喊腰疼老了不中用了的婆婆，见我要走，动作敏捷的一把窜到门口，双手大张拦住大门，一双眼睛滴溜溜地转，等待公公跟段雨辰的指令。我伸手想要推开婆婆，她却不管不顾地像疯子一样抓、挠、咬、打，我无从下手，只能退后一步。段雨辰跟公公2个人站在客厅，交头接耳的，不知道嘀咕了什么。趁着婆婆的注意力稍微分散，我把手伸进兜里，打开跟爸爸的对话框，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敲击了几个字 SOS。 每按下一个字，我的心跳就重重地跳动一次。消息发出去的那一刻，我的呼吸几乎停止。我担心一旦被发现，这个举动会直接刺激的他们发狂。手心不知何时已经全是汗水，连手机屏幕上的字也有些模糊。大约等了4-5分钟，或许更久。段雨辰跟公公好像商量了一个结果，公公对着段雨辰点点头。段雨辰打开电脑，突然开始噼里啪啦的打字。公公清了清嗓子，宣布道：我们商量好了，你们城里人心眼多，怕你今天走了不认账，你今天必须把离婚协议签了。还有，你跟雨辰结婚7年，耽误了我们段家7年，你得给我们赔偿，1年100万，一共700万。他眼中闪过一丝贪婪的光，接着说道：这套房子我们住惯了，就给你抵了400万，你还得再赔偿300万给我们，今天就得把协议签了。我被这家人气得不轻，1年100万怎么不去抢呢？段雨辰1年的工资也不过20多万，而且这套房子是我爸妈在7年前给我买的婚房，市中心的大4居，现在市值超过1000万。这个无耻的老头上下嘴皮子一碰，就想让我把房子送给他们，还要再倒贴300万。可真敢想！我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口的怒气，语气生硬地开口：房子的事情不是我能决定的，300万我也拿不出来，但是婚内财产可以给段雨辰。婆婆听到这个话气得跳起来：什么婚内财产？所有钱都是我儿子的，你哪里来的财产？这些本来就是我儿子的钱，怎么能算你给我们的补偿？我强压下怒气，好声好气跟婆婆解释，段雨辰1年工资也就20多万，我赚的是他的翻倍还要多。这些年我们的共同财产都给他，已经是他赚了。婆婆狠狠吐了一口口水：什么你赚的？你赚的钱就是你的了吗？我告诉你，你是我段家儿媳妇一天，你赚的每1分钱都是我儿子的，你拿我儿子的钱补偿我们段家的损失，你是不是欺负我们没读过书、没文化？
我知道跟婆婆已经没办法沟通了，深吸一口气，转身看向在电脑前忙碌的段雨辰：“你爸妈不懂，你读过大学，你懂。你们胁迫我签的协议也没有公证，根本就无效。而且这房子写的是我爸妈名字，我没有权利承诺把他们的房子给你。”段雨辰电脑屏幕后的眼神闪了闪，听了我的话，勾唇笑了笑：“小玉，这怎么是胁迫？这是我们离婚协议的附属协议。没有生育能力的人需要赔偿对方700万，说不定是医院误诊，这样子你也不用赔偿我了。”段雨辰笑得温和，眼底却藏着一丝寒意。我险些被段雨辰自作聪明的样子逗笑，强忍住笑意，梗着脖子问他：“如果你也没有生育能力，你也要赔偿我700万？我们家雨辰怎么可能没有生育能力？”婆婆跳起来正要辩驳，却被公公喝止。段雨辰却冲我点了点头，语气轻松：“是啊，如果我没有生育能力，我也赔你700万。这不是很公平吗？”我不知道这一家三口哪里来的自信，连报告都没看清，就敢夸下这么大的海口。我看着这贪婪的一家三口，抿了抿唇，对着段雨辰说：“只要我签了，你就让我走是吗？”段雨辰神情放松下来，往椅背上靠了靠：“万一你不认账呢？我们得做个公证，无人在一处。”我紧绷的神经也放松下来，微不可见地勾了勾唇。段雨辰动作很快，打印出离婚协议和附属协议后，就让我快点签字。为了让附属协议看上去没那么的有失公允，他还像模像样的在协议上写：男方与女方结婚7年，却一直没有生育子女。双方一致决定将在省人民医院进行身体检查，若是因一方身体原因造成无法生育的，将补偿另一方人民币700万元整。我仔细地看了协议后，装作害怕的样子，飞速地在2份协议上签了字，生怕段雨辰反悔。婆婆见我签字完毕，小跑2步上前，一把推开我，捧着协议看了又看，满意的不得了，而后又回过头上下打量我，恶狠狠地说：“这婆娘这么爽快，还是要少了，就应该要7000万。他爸妈不是有钱吗？那么多钱也不知道再生个儿子，就养了个不会下崽的女人，还不如把钱都给我们雨辰，好歹叫了他们那么多年爸妈。”段雨辰看也没看我一眼，直接迅速在手机上找了一家律所，快速连线线上公证。他动作飞快，几乎不等我反应过来，就强迫我完成了人脸认证。段雨辰掐着我的下巴，面目狰狞。同床共枕7年，我才第一次见到他的真面目。就在我神经绷到极限的时候，我爸妈带着一群人去而复返。原来爸爸在收到我的消息的时候，就马上开车调转回来，怕人手不足，还打电话把舅舅舅妈表哥们都叫了过来。看到他们的身影，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整个人瞬间放松下来，眼泪几乎是瞬间决堤。我推开段雨辰，扑进妈妈怀里，双手紧紧抓住她的衣服，哽咽着哭了出来。妈妈轻轻拍着我的背，低声安慰着我，所有的压抑情绪一下子涌了上来，我几乎无法控制自己。坐在回家的车上时，我紧绷的神经才终于完全放松下来。车窗外的景物急速倒退，我的思绪却越来越沉重。在今天之前，我一直以为我的家庭美满，尽管没有孩子，有一点遗憾，但是哪有人生是十全十美的？直到今天，最后一层遮羞布被撕开，我才意识到，原来我美满的人生都是假象。那些看似幸福的日子，背后竟然全是幻影。
我裹着毯子蜷缩在后座啜泣，心里是大起大落后的怅然。7年婚姻终究是一地鸡毛。车子还没开到家的时候，妈妈却转过身，从副驾驶把手机递给我，语气不满：“你那个公公在干什么？在大群里乱发，还发了朋友圈。”小段也不阻止他，怕爸妈冲动做出过激行为，所以我只跟爸妈说了段雨辰要跟我离婚，没有细说他们一家3口的恶心行径。所以妈妈虽然对段雨辰有不满，但语气还是长辈对晚辈的训斥，而不是厌恶。我接过妈妈的手机，看到段雨辰爸爸早些年拉的家族大群，突然很多人在刷屏。我翻了好一会儿，才看到段雨辰爸爸的消息：段雨辰与陈如玉的7年婚姻破裂，双方结婚7年未能生育，现友好协商，决定去省人民医院做身体检查。如因任何一方身体原因导致不孕不育，双方已达成一致补偿协议，补偿金额为700万。各位亲朋好友，大家做个见证。配图是我们签完字的离婚协议，下面还有一份不孕不育补偿协议，清清楚楚写着补偿金额。平时沉寂的家族群被700万激起千层浪。段雨辰的舅舅在群里发言：700万，老段，你们这是发财了。如果小段不能生，真得赔700万。舅妈跟上：你个猪脑，老段发这个肯定是他儿媳妇不会生啊，他们家穷得叮当响，哪里来的700万？段雨辰的表妹也发言了：神经啊，2个人结婚都自愿的，你们要真的因为嫂子不会生就叫他赔700万，跟把手伸进人家爸妈兜里有啥区别？吃绝户也不是这么吃的吧？表妹的话一出，很多人也开始附和。段雨辰没办法出来发言：大家误会了，这个协议是我们双方自愿签订的，现在还不知道是不是身体原因呢。如果我们身体都没问题，那就是我们不合适，好聚好散。是我自己心有不安，担心如果是因为我的原因导致的小玉不孕不育，如果真是我没有生育能力，别说700万，7000万我也得补偿给小玉。人的黄金生育年纪就这么几年，被耽误了，太可惜了。段雨辰说的冠冕堂皇，群里再没人发言，只有表妹发了2个大拇指的表情。第2天一大早，段雨辰跟他爸妈就来了我爸妈家，盯着我去民政局办手续，生怕我反悔。我们签的不孕不育补偿协议是离婚协议的附属协议，需要离婚协议生效，也就是我们拿到离婚证之后才会生效。一想到700万，段雨辰一家急不可耐。要不是昨晚民政局下班了，他们恨不得昨晚就押着我去民政局。下楼的路上，段雨辰就激动得满脸通红，仿佛那700万已经到手了。这些年，我们虽然不缺钱，但是我也不会问爸妈要太多的钱。段雨辰之前反复跟我提，他觉得大剧很好看，是男人毕生梦想。我以为他不是物质的男人，只是随口一说，却没想到那才是他的真面目，贪婪又无脑。在上车前，段雨辰的爸爸故意绕到我爸身边，轻蔑地拍了拍我爸爸的肩膀，他脸上挂着自以为得计的笑容，语气轻慢，故意拖长尾音：老陈啊，这些年做亲家，你们家阔气啊，住的是市中心的大房子，开的是大奔，这排场真是够显摆的。可惜了，这种日子也就是表面光鲜罢了，家里连个孙子都生不出来，还能叫过日子吗？别怪我直说，你家闺女就是个花架子，中看不中用。
我们农村人可讲究传宗接代，你家这样，搁我们村里早就被戳脊梁骨了。没娃的家，那是断了香火，没根的浮萍，丢人现眼呐！我爸气得手都在颤抖，吓得我妈赶紧拉住爸爸，不让他冲动。段雨辰一家的得意持续到我们领完离婚证，去医院做完体检。看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刻，段雨辰体检报告上经确认，患者段雨辰不具备生育能力，这句话成为狠狠泼醒段家美梦的冷水。段雨辰的爸爸气得浑身颤抖，不敢置信地把报告翻来覆去的看，还一把抢过我手里的体检报告，最终念念有词：不可能，不可能，我们家雨辰怎么可能不会生？我笑了笑，夺回我自己的体检报告，拍了拍这个钱公公的肩膀：段叔叔，人呀就讲究一个传宗接代，生不出孩子就是断了香火，是没根的浮萍，不能生的人呀就是丢人现眼。段雨辰爸爸的脸瞬间就白了，又涨得通红，伸出手指着我，啊了好几声，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段雨辰的脸色的震惊也褪去，进而转向愤怒。他直接冲进医生办公室：你们是不是收陈如玉的钱呢？这么可以出假的报告，你们知不知道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段雨辰的声音充满了怒气，眼中布满血丝。他拼命抓住医生的手臂，冲着医生吼道：你们是医生还是骗子？竟然为了钱违背自己的职业道德，你们不会觉得丧良心吗？他吼了好一会儿才冷静下来，松开医生，狠狠抹了把脸：我可以不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你们把正确的报告给我们就好了。医生们面面相觑，平时检查出不孕不育、不愿意接受真相的人有，但是像段雨辰情绪这么激动的还是少见。他们斟酌了一下才开口：段先生，我们理解您的心情，但这份报告是经过严格检查和验证的，完全符合医学标准。如果您无法接受这个结果，我们并不会强求，但如果您觉得报告有问题，您完全可以选择到其他医院重新做一次体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还有人拿起手机对着段雨辰跟医生拍。段雨辰气得面红耳赤，回过身一把拽住愣在原地的段父，狠狠瞪了我一眼，留下一句：你别得意，我就不信你可以收买所有的医院所有的医生。后拨开人群，落荒而逃。段雨辰沉寂了3天，这3天爸爸妈妈帮着我整理了这么多年的开支流水和我跟段雨辰签的不孕不育补偿协议，联系了律师，准备起诉段雨辰。可是我没想到段雨辰可以这么无耻，这3天他应该是跑遍了全市所有的大型医院，得出的体检结果都是他不孕不育，连做试管都没用那种。第4天一大早，我打开大门，就看到他站在我家门口，地上是一圈的烟头，钱婆婆也怯怯地站在一边，她低着头，神情萎靡，看上去憔悴了不少。瞧见我，她像是有些不好意思，踌躇了一阵，才开口说话：小玉。我看着她没搭话，想关上门，她却眼疾手快地挤了进来，手掌反向用力一掰，牢牢卡住门框。小玉，我们离婚后，我一直在想你，我每天半夜从梦中惊醒，没看到你，我都很难过。段雨辰惯来会做出这副可怜的样子，以前我觉得他可爱，现在我只觉得恶心。我强忍吐意问他：你到底想干什么？段雨辰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他揉了揉眼尾，声音越发嘶哑：小玉，你能不能回来？你离开后我才知道我不能没有你。见我还是不搭话，她对着钱婆婆使了个眼色，
那个在前几天还颐指气使满地打滚的恶婆婆，此时就像个风烛残年怯懦的老人。她陪着笑把我的镯子跟项链递给我，如玉呀，这事儿都怪我，是我猪油蒙了心，你别怪雨辰，他这人心软，被他爸跟我耽误了。他挤进我跟段雨辰中间，絮絮叨叨的，非要把镯子再带回我手上，却卡在虎口处，怎么也塞不进去，只能不尴不尬地卡在那边。我看了看卡在虎口的镯子，冲着段雨辰笑了笑，你把手松开，我开门跟你说。段雨辰听到我的话，脸上闪过一丝得意，松开门，想来拉我的手。我把他往门外推了推，语速飞快地说，我这个城市里的金凤凰配不上你们山窝窝里不打鸣的老公鸡，你们段家要不了小孩别耽误我们陈家抱孙子。话一说完，没等门外的母子俩反应过来时，我飞速关上了门，戴上耳机，隔绝一切噪声，真舒服，总算出了口恶气。我把卡在虎口上的金镯子取下来，拿在手里仔细端详，这只是开始，欠我的我都会拿回来。段雨辰的工作是我舅舅托关系帮他找的，给他留个体面，让他自离，他还不愿意，逼得公司经理没办法，找出了段雨辰多次吃回扣的证据，把他开除了。其实经理早就发现段雨辰一直在吃回扣，只是看在我舅舅的面子上没有挑破。我舅舅也点过他几次，但他非但不收敛，还变本加厉。被开除后，他还闹着要去劳动仲裁，造谣败坏公司名声。后来公司要起诉他，他才安生了一段时间。可是工作是解决了，房子跟钱还没有解决。我爸找人去把段雨辰一家清出我们家房子的时候，段雨辰的爸爸妈妈哭天抢地不肯走，段雨辰也就躲在书房装死，非说要跟我当面谈。我直接委托了律师起诉段雨辰，不光是搬离我爸妈的家，还包括那700万补偿，那可是段雨辰自己非得逼着我签的协议。现在庭审公开透明，全程直播，我原本以为就是走个过场，没想到段雨辰一家那么能作妖。前婆婆许千凤一看到我跟我爸妈进来，立刻扑通跪下，双手拍着地板，声泪俱下的哭嚎起来，老爷啊，我们段家2代人省吃俭用，所有的积蓄都花在这套房子里了，你们不能仗着雨辰不能生就要房子还要钱啊！这7年你穿金戴银花的是段家的钱，喝的是我段家的血，你们家有钱有势，欺负我们没背景就想往死里整吗？求求你们高抬贵手，放我们一条生路吧！段雨辰妈妈声泪俱下，哭得好像我们家抢他们的房子一样。明明当初结婚的时候，段雨辰一家说他们3代务农，积蓄都花在段雨辰读书和给我买收拾上了，只能给我们买几床被子，这就是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在这套房子里了。因为许千凤夸张的动作，庭审直播一下子就吸引了好几百人观看，已经有人在问是什么情况了。看样子这个年轻的女的不是善茬呀，是不是碰上骗婚了？这女的怎么是原告？怎么这么不要脸？看得我都来气。她这种人简直是社会毒瘤，毁掉一个男人还不够，还要骗走他全家的钱。段雨辰见网络上的形势一片大好，风向一边倒，也来火上浇油。他扑通一声跪在他妈妈身边，语气悲痛，小玉，你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拿走了，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么房子、钱、我的命都可以给你，但是我还有爸妈，你已经闹得我丢了工作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我爸妈都没有过过一个好日子，是我这个做儿子的不孝。我余生的愿望就是给我爸妈养老，
让他们过过安生日子。我们签的不孕不育补偿协议只是一个玩笑，你真的要我赔700万，是要逼死我。”段雨辰这一补刀，庭审直播间更热闹了，一下子涌进了好几万人。段雨辰演得声泪俱下，表现得对我情真意切，对父母无比愧疚，把我的形象往恶劣骗婚女上引导。弹幕一下子炸开了锅，受不了了，受不了了！这一家3口太惨了！不孕不育补偿协议是什么东西？这女的太有心机了吧？正常夫妻怎么会签这个协议？这女的是故意下套了吧？说不定这男的不孕不育就是他害的。楼上的细思恐极了，建议叔叔调查。许千凤瞥了我一眼，见我没反驳，继续给我磕头，语气越发悲痛欲绝。我知道你看我老太婆不顺眼，你给雨辰留条活路，我老太婆马上可以去死。这么多年，我们一家给你当牛做马，伺候了你7年，只求你给雨辰留条活路。钱都被你拿走了，他哪里来的700万呀？这套房子就当你行行好，让雨辰有个地方可以住，等雨辰100年之后都给你。许千凤的逻辑感人，这房子写的我爸妈出资买的，写的我爸妈的名字，就算段雨辰想卖也卖不掉呀。怎么说的像是他们施舍给我们的呢？这演的哪一出啊？这女的太冷血了吧！老太太真可怜，这还用判？原告死刑，看得我火冒三丈。骗婚骗财骗命的骗子还有脸活着？这种人就该直接法办。许千凤就是笃定把事情闹大，闹得难看。网友先入为主，认为我是骗婚。那么就算我拿出爸妈的付款记录，他们稍微在网上引导一下，大家都会觉得是我在婚前就在给段家一家下套。我拿出的第一份证据是段家那晚逼我签下不孕不育补偿协议的全部过程，那是我装在客厅的某度，平时婆婆用它听黄梅戏，完全忘记了它也是一个会记录一切的摄像机。投影刚展示出来的时候，段家一家3口就意识到了不对。段雨辰飞扑上去想要踢翻那个摄像机，却被法警制止了。许千凤也脸色灰白，满脸惊恐，头也不磕了，像烂泥一样瘫软在地上。从许千凤哭闹咒骂我开始，到段雨辰爸爸命令我们离婚，再到许千凤上手打我的时候，弹幕一整个炸了。在我跟段家一家3口对峙的中场休息时间，弹幕刷得飞快，10级反转。这老太婆也不像当牛做马的样子啊！卧槽，这小姐姐前面是想解释吧？她说了是这老太婆儿子的体检的报告了。这一家3口没人听的，但也有部分人还是在怀疑。摆脱，闹矛盾的时候人都会偏激一点吧？这监控断章取义，谁知道这小姐姐平时啥样？说不定逼疯了老实人呢。对啊，对啊，而且哪个好人会签不孕不育补偿协议啊？不就是看大家都误会了，乘人之危捞一笔吗？眼看着弹幕在吵起来，段雨辰知道大势已去，他马上上前阻止影片的继续播放。就这样子吧，我们同意搬走，别再放了，这些内容都是我们家隐私，我不同意在网上公布。我的律师马上上前示意法警拦住段雨辰，接下来的内容同样是非常重要的证据，可以证明协议的签订并不是被迫或者欺骗。段先生是在具有清醒认知下主动提出签约协议的，证据还在继续播放。段雨辰爸爸开口让我赔钱，用房子抵债。在这里，我还贴心地给弹幕解释了一下，我前公公让我用房子抵债，可以反驳我前婆婆说的话。
而且这套房子位于省人民医院旁边，是一套大四居，马上又弹幕接上这个位置的大四居，价值1000多万。视频还在继续。当段雨辰要求我签署不孕不育补偿协议，并且亲口说出那句如果我没有生育能力，我也赔你700万的时候，直播间人数一下子冲到了100万，全网的人都将看到段家三口丑陋贪婪的真面目。我服了，我服了！这一家三口恨不得把手伸进人家爸妈裤兜里。前面我还误会是这个姑娘骗婚，明明是这一家三口吃绝户，想算计别人，结果算计了自己，真是报应。庭审围观席也传来窃窃私语，这一家三口太可怕了，步步算计，还想利用舆论颠倒黑白，他们都是活该。如果不是他们贪心想算计别人，大不了回到之前，哪里要赔那么多钱？人心不足蛇吞象，活该他背一屁股债。在舆论彻底反转之际，我拿出了第2份证据，我爸妈购买房产的合同、付款流水，以及段雨辰的工资流水和我公公婆婆多年务农证明，多方面证明这套房子是我爸妈买的，段家根本没有能力负担这套房子，却想强占我们家财产。这份证据如果在最开始就拿出来，网友根本就不会信，他们只会觉得是我用手段哄得段雨辰晕头转向，先把钱转给我爸妈再付款的。可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舆论完全站在了我这边。法官当庭宣判，勒令段雨辰在1个月之内搬出我爸妈的房子，并且在分割完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之后，按照不孕不育补偿协议，段雨辰还要再赔偿我630万。听到这个审判结果，又看了看满屏的谩骂，许千凤尖叫一声啊，而后缓缓向后倒去，竟然气急攻心，昏迷了过去。段雨辰气得满脸通红，飞扑上来，试图扶起瘫软的许千凤，面目狰狞地威胁我：陈如玉，你泄露我们家隐私，引发网暴，我要告你。听到他这个话，法官尴尬地咳嗽了2声，敲了敲小锤子，宣布道：退庭。直播这时才被切断，段雨辰的脸又是青一阵红一阵。接下来的日子，段雨辰就像是过街老鼠一样，他本来还想故技重施，死赖在我家房子里不搬走，结果正义的网友挖出了他们一家3口的住址，只要他们出门，就会有人朝他们丢臭鸡蛋、烂青菜，而附近的骑手、商家都把他们一家3口拉进了黑名单。段雨辰根本无法靠点外卖的形式买到东西，被围困了1个月之后，段雨辰只能带着他爸爸和许千凤搬回乡下老家，并且因为没有及时还上欠我的630万，段雨辰已经成为失信人员，限制一切高消费，并且银行卡也被冻结了。段雨辰甚至没办法再找份正常工作，他回到乡下后只能靠打日街零工度日，后来就开始怨天尤人，天天在家里喝酒，逼得他爸爸跟许千凤出去打工养他。他爸爸跟许千凤在城里养尊处优7年，天天听黄梅戏跳舞下棋，哪里还干得动体力活呢？所以一家3口再也没有往日的亲密，开始互相指责。段雨辰老家邻居有几个关系还不错的年轻姑娘，看完网上流传的庭审直播切片后义愤填膺，密切为我关注段家的动态，时不时跟我分享。虽然我已经不在意了，但是也不好打击他们的一片好心。在一个平常的下午，段雨辰爸爸外出干农活，段雨辰跟许千凤
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段雨辰颓废了1年多，开始怪他的爸妈没有能力，害得他妻离子散。许千凤也责怪白养他那么大供他读了这么多年书，30多岁了还要70岁的老父母出去打零工养他。2个人越吵越厉害，直到段雨辰开始动手。许千凤的惨叫声持续了1个下午。等到段雨辰爸爸晚上务农回来的时候，许千凤已经没气儿了。他被段雨辰虐待致死，段雨辰的爸爸也被气得中风，段雨辰则马上被逮捕。贪婪的人最终都自食恶果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